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大主题：伊朗狂轰，现在说达到了 F-35打穿美军的防线。伊朗还宣称有多名的美军的人员死伤。另一方面，伊朗也在全线开战，包括了约旦基地、红海，甚至到埃及全面起火。川普这个时候也下令，接下来的14天，也许他会来做一个强力的进攻。他的战法就是要封锁伊朗的海陆的补给线，中东战火全面外溢。今天做深度的剖析。首先欢迎在场来宾，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美伊战事在讲之前，请帮我们节目记得按赞，并且呢，在环球大战线的频道按下加入2个字，成为我们的战友。今天希望跟我互动的周五，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思敏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的来回复大家。好，今天的美伊战事，我们要赶快来看到伊朗的最新消息，这一场冲突又再次的升级了。他说呢，他打击到了美军驻约旦的基地，甚至摧毁了3架的 F-35战机，造成了大量的美军人员伤亡。那么我们知道 F-35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了制空的象征。如果伊朗真的突破了防线，锁定到F-35所在的位置，可以说就是直接撼动了美军的空优神话。如果真的精准找到 F-35的位置，也代表说这当中可能伊朗是不是有获得不管是在卫星侦察的能力、情报的渗透，还是有盟友在做支援呢？等一下请李将军来帮我们看。除了打到 F-35他宣称的战果之外，还有多名美军人员来自于伊朗的说法有伤亡的情形。伊朗在多线的开战，包括在约旦的基地遭到攻击，也对海湾地区的这些各种设施来发动攻击。当中其他涉及到的这些波湾国家还包括了科威特、巴林等等的据点都被打。那么在这当中，目标从空军的基地、雷达系统一直到后勤的设施，都是伊朗锁定的目标。除了多线打击，在海上也有了一个最新进度。伊朗它的这个攻击点现在来到了地中海，埃及的地中海这边了。2艘的天然气船在遇袭之后是立刻爆炸，其中1艘船还是美气的船。川普听到之后气炸了，他说呢，没关系，这只是老把戏，接下来我们会好好的来痛击伊朗，轮到我们真正可以出手了。而比较奇怪的事情是，中国在这个方面突然间有了他的一个角色。科威特证实说，在伊朗的一次攻击当中，竟然击中了中国大陆在当地的一间建筑公司一间公司的建筑造成1个人死亡。外界担心说，为什么会打到中国的这个企业去了呢？难道中东战火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安全区域的进入了这个新阶段吗？那么我们来看看川普针对于中国的角色也蛮吊诡的。大家还记得吗？昨天川普还特别强调说，中国大陆有提供400套的监射飞弹给伊朗，怎么他现在今天又在提中国，说要制裁多家中国的航运公司，原因是因为多艘的中国影子舰队在暗中资助，买了伊朗的石油来资助伊朗的经济，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川普要说这样子的一个话？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伊朗为何这一次把攻击重点放在我们刚刚讲的美军的空优神话 F-35，还有美军的基地？如果 F-35是在基地遭摧毁的话，代表说是否已经掌握了美军的部署情报？那他选择打 F-35是要打击美军的空优神话吗？厉将军怎么看伊朗的战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美伊这场战争，现在主动权已经完全是掌握在伊朗的手上。那伊朗的这一波的攻击不是跟3月份那次不一样，3月份那次我们可以称之它对美军是报复性的攻击行动，但是我认为这次伊朗攻击美军的，包括到在波斯湾地区的美军的基地，还有这个约旦这个空军基地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个伊朗是主动在掌握战争的主动在做打击。那他现在来讲，你很明显，他打击有2个目标，第一个是能源设施，目的是在哄抬油价，造成全球的通货膨胀，有利于他会来在谈判桌上面跟美军的谈判。第二个，在军事上面来讲的话，他就打击美军的这种不管是雷达站或者是电子设施，波斯湾沿岸的美军基地。那这次最严重的是打击约旦的基地。这次约旦基地它可以命中3架F-35战机，确实是
这个非常的这种神奇哈。我怎么讲呢？第一个，我们要 F-35战机是美军的5代战机哈，它是隐身式战机，它所扮演的角色是踹门者角色，也就是说，美军如果要对伊朗攻击来讲的话，要实施空中的打击，它一定是用 F-35先期进去到伊朗国土里面，然后打击伊朗的雷达站或者是导弹设施，然后将这个对空的武器都摧毁掉之后，后续才是美军的 B-1 轰炸机或者是这个 B-52轰炸机才进去轰炸哈。大概整个美军程序这样，所以伊朗这次优先打的就是 F-35，我将你踹门者角色打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攻击我的雷达站。那这次为什么可以这么远打到约旦基地的 F-35战机？我在这边跟各位报告美军真的从越战以后到现在一点长进都没有。你知道美军在越战的时候，他们的 B-52轰炸机是怎么被干掉的吗？被越共用什么方法干掉吗？越共是要停在美军的机场外面，扮成农夫每天拿望远镜看，就看到 B-52就固定停在那个停机坪。它固定停在那个机坪，它算好以后，你每天几点钟到几点钟，这架飞机就一定停在那个停机坪，然后它就在机场外面用一个60炮的炮管它还不用脚架，它就炮管放在田里面，然后那个角度方向都算好以后放在那边田里面，然后越共叫那个农夫就那边种田那个农夫，然后你拿着3颗炮弹，几点几分的时候，你把这3颗炮弹丢在这个洞里面然后那农夫就过去咚咚咚，就3发炮弹过去以后。这个就把那架 B-52炸掉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军在越战的时候，他将他的 B-52不敢停在越南，他停到哪里？停到我们台湾的清泉岗基地。那这次是不是也是用同样方法？我相信伊朗一定很精准的掌握到这几架 F-35战机固定的时间停在那个停机坪。他用什么方式侦察到的？可能是用卫星可能是用这个。地面上面，他们是不是有情报人员先期掌握到这几架飞机就固定停在那个地方？然后什么时间？因为你要知道导弹攻击这个从导弹发射，你不是说是一发射1秒钟之后就命中目标嘛？这中间会有一段的时间差。我导弹射击之后，那为什么这架飞机刚好就停在那边？它不会移开那可见得它有及时的情报今天可能停这边，明天可能停什么地方？那如果说要能够得到及时情报，第一个是天上的卫星，我随时可以看到这架飞机停在这个停机坪或者是地面的这种先期渗透的人员在那边用望远镜就看到这个飞机就现在正在停在那个地方，然后一个信号回去给伊朗的本土，伊朗这导弹就发射。所以你要看到一次摧毁3架，绝对不是偶然事件，不是这个瞎猫碰到死老鼠说的。飞弹过去，就刚好你这个飞机就这么凑巧被打到。你说打到1架有可能，打到3架，那一定是很周密的作战计划，才很周密的周详，从情报的获得到时间上的掌握，到弹道的计算，都非常的缜密，才可以一次摧毁3架这个 F-35。我相信这摧毁这3架 F-35是同一枚导弹击中的，还是区分3枚这当然后续来讲的话，这就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说伊朗可以。它的第一个导弹很精准，第二个它的即时情报非常的精确第三个美军从越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长进就跟当初越战的时候被 B-52被越共用农夫60炮就把你干掉，道理是一样的。好，所以从这一次伊朗攻击这个F-35也可以看出，是不是伊朗在于它的导弹的精准度在大幅的提升，另外还有在卫星跟情报战上面，是不是他们获取情报的能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强了？同样的问题，等一下就 F-35请干哥也来带我们解析一下。那另外就是刚刚提到了嘛，伊朗它这一次的攻击，它的飞弹还波及到了一间中企业，这件事情也是蛮奇特的，代表什么样子的意义呢？是说美军周边的这些基地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吗？再来就是会讨论到川普的部分了。最近一直在指控中国，先是说中国提供伊朗400套的这个监射飞弹，又说中国大陆现在影子舰队一直在资助伊朗的石油。那针对此，干哥怎么看？好，思敏，你会觉得说，美国的这些飞机，就像这个将军讲的，他们是蠢到不知道要分开放吗？还是继续摆在一起？为什么？那就叫什么？那就叫看不起你。你找不到我的东西，所以这一次会一次3架被命中。我觉得这里面情报的错误有很大的问题。
不过现在要特别点出来 ，IRGC 也就是革命卫队，他在今天的声明里面，他特别讲到一句，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句，叫做“感谢约旦人民”。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会突然讲这一句话？我把他声明完全看完了，看到这一句，我就吓一跳。感谢约旦人民的意思是约旦人民当内鬼的意思，是不是？这就印证了将军刚才讲的，就是说他绝对是有什么，他有地面的人在协助他，他才知道说这飞机在不在。我们不要打空包弹，我们打过去的时候必须要命中，对不对？所以如果说，就像我们现在也在分析说，究竟他是用1枚飞弹能够击中3架，还是他是用多枚啊？因为我们知道像这样子的距离跟准确度必须用弹道飞弹，而不是无人机可以轻易达到的。除非你给无人机最正确的目标坐标，不然的话，你说要这样子能够击中它，而且它还附带造成的设防的损失，而且有技术人员丧命，甚至还有军官丧命。如果因为你要晓得，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有别于之前的攻击行为。为什么？因为你这次击中的是 F-35，它不一样，它的代表意义跟象征意义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击中一般的预警机、加油机啊，不是这种东西。你击中的是一架单价要1亿2000万美金的美国最先进的逆中战机的时候，那我坦白讲，情报工作就成功了，非常成功，而且一次能够打中3架，不管这3架的毁损程度如何，请问美国中央司令部到现在为止，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应？讲话啊，到底有没有打中你的 F-35？你要有回应嘛，你怎么完全没有反应呢？是不是你要默认了？还是说我们现在正在估计损失当中？所以你没有直接否认，对，没有直接否认，我就当做你是默认哦。你真的 F-35真的被人家飞弹打到，伊朗的飞弹技术是不是又提升了？还有他的情报工作是不是又提升了？还有到现在多久了？然后你都没有反应。再来我们就要讲了，你除了看这个东西技术提升之外，还打到了科威特的什么的中国公司啊！天哪，怎么会打到中国公司呢？那情报是不是出错了？坦白讲一句，这里面就有蹊跷了。他打中了中国的在科威特北部的一家公司，那一家公司可以看得到伊拉克。就是说，因为那个科威特跟伊拉克其实是接壤的嘛，所以说已经近到了可以这么接近到可以看到科威特领土了。然后呢，在这次的这个飞弹攻击之中，他们现在还不能够确定是飞弹还是无人机，但有1名工作人员丧命，但是那1名工作人员好在不是中国籍，是尼泊尔籍的技术工人丧命了。伊朗现在可以打到科威特这么远的地方，又可以打到这个约旦的这个 F-35，那你这样就已经开始心里有点毛了。他竟然还打到埃及去了，所以川普才会讲啊，老把戏，这怎么会是老把戏？打到红海了，天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多面开战，而且多面都能够打赢，都能够击中目标。然后，但是川普现在顾左右右而言其他，说中国提供了400枚肩射飞弹。这些目标命中都不是肩射飞弹，也就是单兵攻击武器可以打得到的，是长程弹道飞弹，或长程无人机、自杀无人机才能够打得到的。所以川普，你不要这个转移焦点，然后你最后还骂了说是中国航运公司是协助伊朗的这个影子舰队。我坦白讲一句啦，中国要是真的是伊朗舰队的话，你的证据都还没找到，所以不要信口开河。就常常听到川普这样胡说八道，到底现在你们的战损是多少？先讲这个比较重要吧。好，所以现在伊朗它的战略目标也非常的清晰，那它的战法也非常的清楚哦。除了多线开战之外，我们看到它的飞弹射程甚至是可以几乎涵盖整个波湾地区的，让美国现在其实非常的紧张。所以最新消息我们看到，美国在停战了5天之后呢，在昨天又在开始启动了战争。这一次一狂轰就轰了2个小时的时间，打的是 IRGC， 也就是革命卫队数十处的目标。好，这当中包括了有军事指挥中心、飞弹、无人机设备。
备，还有沿海监视、防御海上作战的地方，造成现场满目疮痍。甚至呢，美方现在还提出了接下来要来做一个叫做14天的新战法，要狂轰革命卫队包括了他们的这个重要的伊朗的补给线啊，要断了它的这些陆运的运输的枢纽等等。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在红海这边同样有第2战线包括了有也门胡塞组织跟伊朗在这边开启的第2战线。所以呢，有一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现在正式的推动，联合了14国组织这个叫做海上防卫联盟，一起响应来维护红海。是不是他们不再信任美国可以保护他们了呢？那现在国防部证实说，包括了有土耳其、巴基斯坦、还有埃及、苏丹等等的国家都支持这一项提案。苑老师怎么看？首先是有关于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召14国的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是不再信任美国了吗？第二件事情是，这个川普说了，接下来要轰炸伊朗14天，而且他也转向了伊朗的海陆补给线，他真的会去打吗？这是一场新的另外一场的消耗战吗？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非常明显啊，因为那个大家发觉，刚刚我们将军提到了这个伊朗化被动为主动，原来的话呢，这是一场不成比例的战争，现在伊朗主动攻击，还宣布战果啊，打掉的战果。就是说是在卡达的话呢，就是有这个 F-35，还打掉3架。那么这个形式上来讲的话呢，大家已经非常清楚。那么对于中东国家来讲的话呢，有美国在中间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所以这里面包含的国家，像吉布地的话呢，大家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它就是允许各国的军事在那边设施，是离的那个胡塞武装非常近的一个地方，就是曼达群岛的那个地方。那另外的话呢，像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话呢，巴基斯坦联络，其实就跟中国联络，那这就慢慢扩大。巴基斯坦、沙特跟这个伊朗之间，大家不要忘了，2023年有个在北京签的北京协定，里面也讲到关系了。那么这里面说明了一个重点，就是说，那个中东的国家的话，加上土耳其也在中东里面算是军事实力比较强的国家。就是说，我们这个事情的话，有美国在只会更乱。然后伊朗这个态度很明显，就是只要有美国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干到底。管你是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所以说他们要自己来解决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战事不宜扩大，因为中东现在就是扩大，伊拉克、叙利亚，然后这个黎巴嫩南部，然后胡塞，然后再加上哈马斯，那这个还得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问题。那现在刚刚我听到将军在讲，说是美国好像从越战以来都没进步，我跟你讲是退步，就连我哲学家都懂，因为这个打仗，我跟你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没有听过打仗说阵法呀，或者说是武力装备，没有先讲说我只打14天，没听过给自己时间做限制的。万一你到了第14天，你突然死了2个人，现在美国最近死了一个德州的女孩，又死了一个在夏威夷的男生，哇，国内抗议的不得了。所以川普这边搞，我跟你讲哈，一想这个就不对。什么叫14天战法啊？你如果是为什么打了5个月了，已经打5个月，突然冒出个14天，我告诉你，140天都结束不了。就这么简单呢，对不对？大家就心里了解。好，谢谢苑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军事上面的消息带观众朋友来关心，中国大陆的海军现在开了杀招，今天会来特别看到的是这一艘了052D 首次的挂上了鹰击20，1000公里来猎杀美军的航母。那另外除了052D，今天也会来看到055万吨大驱，则是成群出动，一起打造这个海上的火力网。美国航母第一手岛链还守得住吗？欢迎观众朋友留言来跟我们一起做互动。如果您认为美军在第一岛链没有什么优势的，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具备非常强大的优势，留言写2。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好，中国海军这一次曝光的这个052D 哦，备受关注。来看到它是首次的来搭载了鹰击20反舰飞弹的画面，正式的曝光了。那外界开始做了一个解读啊，代表说大陆的海军正式的进一步强化，尤其是在远程的反舰的打击能力了。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052D 在过去都是这种区域性的防空，然后呢是舰队来协助舰队护航而已，保护这些大型的水面舰艇的主力驱逐舰。但是如果说真的它未来装上了鹰击20的话，它就可以打击到1000公里外的地方，那么052D 就会变成远距离猎杀的这种大型的舰艇打击平台了。好，所以也代表说大陆的海军作战的思维是不是也转变了呢？过去我们看这些反舰的作战主要是靠陆基哦，从岸面来做飞弹的发射，打击美军的航母。但是如果说鹰击20未来可以放在不管是052D 或者是055上的话，是不是代表它的打击能力就是可以延伸到从陆面到了海洋，并且借着卫星的侦察、无人机追踪、雷达锁定、驱逐舰发射来完成海上的猎杀行动呢？好，052D 我们来看到它的战力小档案。当然了，等一下我们也会请干哥来帮我们就它的一些战力的部分做一个比较详尽的解析。好，这当中包括了先看到它的舰长157公尺哦，它的载排水量是7000吨级的。那么核心的地方就是它64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了。主要任务包括反舰，还有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可以变成了一个远程的火力支援。那么防空系统上面搭载了飞弹，可以建立它的防卫网。最大特色具备任务是整合性的能力，可以同时执行防空、反舰还有对陆的攻击任务。好，这是052D，我们来看到这个舰艇它的小档案。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干哥怎么看了这个，是否代表这个海上猎杀平台已经可以威胁到美军的航母了？这当中的关键战力有什么是我们特别值得关注的？干哥怎么看？这非常关键，因为052D啊，大家要知道，它就是中华神盾这一种船，它配备64枚垂直冷发射的系统，也就是说，作为未来的海战的基本观念的话，你必须要有五库舰的想法。五库舰就是什么？我64枚发射单元，我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够朝不同的目标去打击，所以这个是现代海军一定要求的 VLS 啊，这个就是垂直发射系统的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现在052D 它因为它是就是说在055之下，算是它是中间的力量，坚实的坚。那055当然是带刀侍卫啦，它是航母战斗群的带刀侍卫，因为它重达12000吨。那052D 的话，它是7500吨级，但是052D 比较多，它有35艘，055现在目前有10艘服役了。可是光是这些加起来，这些都叫做神盾系统，也就是说是现代海军最重要的 Aegis 神盾系统，就是属于它是说它老实讲一句，它的就是说346A 这种有源相控阵列雷达是完全不会旋转，它不转的。以前的海军的雷达转过来看得到，转过去又看不到，又转过来又看得到，浪费时间。为什么？因为光是这个时间的秒差，你就抓不到敌人。现在的雷达都固定的，就是我可以马上及时看到360度的目标，我都看得到，指挥我身上所携带的武器去攻击。这次发现这个鹰击20飞弹的意义很重大，为什么你知道？因为鹰击20飞弹就不是它以前的，比如说鹰击12啊、鹰击17啊或鹰击18这样子的飞弹。鹰击20射程1000公里，非常远，它不但远，而且准，而且它是高超音速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美国现在船上没有啊，中国有，美国没有，这是最大的不同，好不好？然后呢，美国相对应的武器是什么？是巡弋飞弹，当然巡弋飞弹也有1000多公里的射程啊，就是在射程上是一样的，可是打击力绝对不如鹰击20，因为鹰击20是到了大气层再下来打的，它下来的时候最终的速度是9到10马赫，没有任何东西拦得住。所以现在这一次在052D 发射了这一枚鹰击20成功之后，我们就开始要算账了。算什么账？我刚才不是讲本来64个单元嘛，那它这个飞弹比较大这64个单元都装得进去吗？太大了，你知道能够装几枚
啊，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看它的发展。但是中国海军会把这个画面告诉各位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冷发射成功了，我们现在专门要做的就是怎么样让鹰击20成为制式化的配备，那就跟美国现在普遍配备的巡弋飞弹是一样的道理，那大家要知道，052D 其实它本来相对应的应该是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但是美国伯克级驱逐舰有将近70艘之多啊，所以中国本来在052D 的发展上是希望它能够跟伯克级分庭抗礼，可是现在我们有更大的，我们有什么？我们有055了，所以将来055的数量会急起直追。那如果说055到时候能够造到50艘以上，那伯克级就不够看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一次我们看到052D 中华神盾，它能够成功发射了鹰击20，有一天能够发展成为制式化的装备的话，那反介入跟区域拒止就是 AD、A2 这种东西，就根本就是等于形同虚设。我们直接出第一岛链了，这是最重要的观念。我们现在已经不怕，因为第一岛链是美国封锁的最前线嘛，对不对？有了鹰击20之后，你就封不到我了。更何况你知道吗？你知道052D它身上还带了长剑10型，什么公路飞弹，还有长鹰5型，什么反潜鱼雷。其实我坦白讲一句，中国的类似的这种驱逐舰的配备，完全不输给美国现在现役舰艇的装备，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好，那等一下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将军怎么看？那刚刚盖哥也帮我们提到嘛，055现在是10艘，那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变成到50艘？这个还要持续做关注。那052D 现在是35艘，所以如果两款开始做结合的话，对于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威胁，我们也请将军来帮我们看，包括了万吨大驱，再加上这种远程的反舰驱逐舰，将军怎么看？我先讲一个概念哈，知道我是陆军，我们陆军来讲的话，在行军的时候。班跟排距离要多远？400公尺哈。这个华干当过军人，他知道400公尺。为什么是400公尺？因为400公尺排的主要武器叫做机枪，机枪的射程400公尺，也就是说我前面那个班，如果说跟敌人接触的话，我后面这个排的机枪，我火力马上可以掩护得到。这是一个虽然说是陆军的一个基本战术，可是你用在海军同样的道理。那如果说052D 它装上这个鹰击20导弹的话，它的射程可以到达1000公里。那你不要忘了，其实解放军在陆地上面还有对海攻击的这种各型的导弹，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这个航母杀手东风17或东风27等等，它射程通常都是1-2000公里以上。那你想想看，如果说是052D 在陆上的这种东风系列的掩护之下，它可以往前面推进到1-2000公里，然后它的导弹又可以再往前面打1-2000公里，这整个就已经从陆地开始算起，超过3000公里。超过30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超过3000公里就是已经是突破了第2岛链。那如果说以这种概念来看的话，因为火力一定是这个交互掩护相互的支援，而不是说你去单兵突击作战。对，如果以这种概念来看的话，你知道当052D 已经有35艘，你想想看，如果说从这个中国的从东海开始，一直到台海，一直到南海，那以这个35艘的052D，可以说可以涵盖整个这个第一跟第2岛链之间的所有的海域，它都可以涵盖得到。不要忽略了，这只是掩护的部队而已，掩护的火力。事实上，它还可以再继续往前面突进。那往前面突进的可能是什么武器呢？航母航母就继续往前面走，航母上面还有舰载机。那如果说按照这种理念来讲的话，何止是突破第2岛链？我觉得突破到第3岛链都是这个可行的。所以每一种武器一定有它运用的价值。我们以这一次这个052D 当然这个试射鹰击20，其实这是很大一个讯号了鹰击20是去年在93阅兵的时候，它才首次亮相那当然，它原来052D 所携带的导弹是鹰击18，鹰击18在初速的时候巡航的阶段，
它还是次音速，它只有到末段的时候才达到这个超音速。但是音级20，它全程都是超音速，是，而且它是属于什么？它是属于气动式的一种导弹。什么叫气动式呢？就是我们讲它会漂移哈，它会打水漂那种叫做气动式，那你就很难拦截得到。那如果说是052D 可以发射这种音级20，那它在量上面它就已经有到35艘。那你不要说是055了，我们光讲052D 哈，毕竟来讲的话，它的平台数量可以到35艘那么多。那当然，如果再加上055有10艘的话，055是112具垂发，它是64具垂发。当然不是所有军舰上面垂发系统都要摆上这种对舰的导弹，它还要摆防空导弹，还有这些。但是可见了它的打击的能力来讲的话，不但更远，而且涵盖的面可以更广哈。那我想说，这对中国海军来讲的话，尔后哈要突破第三岛链，可以说轻而易举。就像是华干刚刚讲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它水面尤其是在第一、第二岛链之间的水面战力，可以说是碾压了美国跟日本。那当然可以遂行它所谓的反介入跟区域拒止。所以说美国来讲现在是非常紧张。为什么我们前一阵子在讨论说美国在积极想要发展水面下的战力来跟中国对抗？因为他也看得出来，水面上的战力可能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已经不是大陆海军的对手了。好，那所以最后我们也请岳老师来帮我们就比较一下美中之间的这个战力，尤其美国它传统的战法，包括了它的传统的航母加 F-35战机，跟它的神盾驱逐舰，还有各式的飞弹，美中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争霸，岳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传统上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普遍公认，就武力来讲，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中国就是第三。那法国也不服气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排名是蛮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排名可以称之为绝对排名，就是说好像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排名。就1对1的话呢，我觉得美国武力是很强大，但是你这边的话呢，得到的问题是，美国未来是不是能够维持西太平洋的制海权？西太平洋就讲的我们是第一岛链嘛，这个叫西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这个叫西太平洋。那我这边的话呢，讲到我虽然对这个武器没有像前面2位都这么熟悉，但是我可以强调说，这个美国有3方面的问题非常严重。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说像 SM-6啦，这个做防空导弹，这个 ESSM 的话呢，他们其实这个 SM-6的话呢还可以2013年是服役的嘛，但是这个 ESSM 的话呢，防空武器是1967年就有的哈。那么 F-35很厉害。美国的航空舰的话呢，除了福建号以外，就是那个福特号以外，好像也都很厉害感觉上以前的传统来讲，那个他们的反飞弹这个飞弹呢，就是里面包含了这个 LRASM 的话呢，这很厉害。然后最近的话呢，大家环太平洋军演，还要在这个菲律宾那边发射了一套，把一个什么朱诺号给打成什么的这个确实厉害。但是我觉得美国的兵力的话呢，在西太平洋这边的话呢，有3方面的问题都非常严重。第一个是它的产能上不去因为这个 LRASM 很厉害，美国国防部定多少？定2.3万枚结果就5到7年第2年，结果它年产100枚，我的天哪！我不晓得我眼睛有没有看错但是这个数字我们跟着数字来讲，因为这个产能的话呢，美国产能有问题，这个我们听将军讲了好多次，这个产能有问题，这个不用说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呢，他这个自己的话呢。因为美国的话，如果只针对于在西太平洋开战的话呢，我觉得他跟中国之间的话呢，还是有点威慑力量了但是他现在的话呢，各队打得乱七八糟，到处都有俄乌战争也有，然后中东也有我觉得你分成3项，你再厉害的话，你原来就差很多了。那你现在这个有用的东西的话呢，根本补给不上，然后在那边消耗的也非常大，所以这也是第2个弱点。好，然后第3个的话呢，我就强调这个大陆本身的话呢，做好的。因为我讲一句话讲完，今天是7月31号731，对不对？部队，对，明天是8月1号是建军节，请大家看一下，它有个制胜，专门针对于这边所提到的美国武器，想办法做反制。好，谢谢岳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接下来美中科技战，我们要关心美国去中化要破功吗？因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苹果大缺晶片，所以这个时候急抱中国大陆的大腿。这时候呢，库克是低头找了长兴存储中国大陆的公司，但是呢，库克面临的问题是华府禁令是不准去买中国大陆的晶片的，现在苹果到底要怎么办呢？是不是会自伤美国自己的企业，甚至这些成本会直接转嫁给消费者呢？今天会做深度的剖析。欢迎观众朋友留言来跟我们一起做分享。有关于中美的科技战，在晶片上面的短缺。美国真的可以成功去中化吗？如果您认为是不行，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美国是可以的，留言写2。来，我们一起做互动。好，全球的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苹果，现在被小小的一个记忆体给卡住了。今天的关键点就是库克自己出来坦言哦，他说现在苹果公司非常的紧张，面临的是严重的供应链问题，也就是找不到这个记忆体哦。那么现在怎么样找记忆体的方案？现在他很头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我们都知道 AI 的资料中心现在实在是非常的热门，大家都很需要高阶的记忆体的晶片，所以这个晶片制出来之后都是供给给 AI 资料中心了，导致这些消费性的产业，像是苹果作为这种消费性电子的龙头公司，它是拿不到这些晶片的。那拿不到这些晶片，当然就会导致这些晶片的价格越来越高，然后呢，记忆体短缺的问题也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了。会不会影响到苹果公司的业绩？现在看起来是会的，因为呢，最新苹果出的预计下一季的营收成长9%到11%，看起来还好，但是这个数字其实已经低于市场的预期了。那么 iPhone 的营收成长也是同样的，双都低于分析师的预期的。那所以苹果现在怎么办呢？库克想到了一个方法，他决定去找中国大陆来帮忙。那找到的就是他希望测试中国长兴存储的 DRAM 是不是可以跟中国来买呢？那现在也来看到了，这个美国其实是不让他买的。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看对于中国半导体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正面的影响。如果苹果真的去使用长兴存储的 DRAM 的话，代表说呢，这个过去全球记忆体的市场不是都是由三星、SK 海力士、美光所主导吗？等于中国打破了这样子一个长期垄断的问题，并且呢，由苹果认证，等于全球的供应链就进入有品质的一个门票。那记忆体市场的格局可能就会改变，当然了，会冲击到美国自己的企业，美光公司之外，还有韩国我刚刚念的这些记忆体大厂也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中国的半导体就会从所谓的追赶者变成了参与者。好，所以我们也先来看一下，目前长兴存储在全球DRAM的市占率是11%。当然了，它现在在快速的增加它的产能，包括了在合肥、上海、北京都开出了全新的产线，2028占比可以从11%一口气拉升到全球市占15%。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苑老师怎么看了。所以说，美韩的记忆体是无法满足苹果的需求，它迫使苹果寻找长兴存储的合作，也代表美国多年来推动去中化完全失效了吗？那如果苹果一旦跟中国买，就等于打破了美韩长期在晶片半导体的垄断地位了吗？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消息非常重要啊，大家绝对不可以轻忽，因为它代表3重的意义啊。首先的话呢，第一个的话呢，这个是严重的违背了我们哲学讲的，就是一个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来做生意的。那个市场如果不自由的话呢，就不可能赚钱啊。那么像这个 iPhone， 它是个上市公司，它有它的财报的预估。这个财报的预估的话，做梦也没想到 AI 的话呢，因为大家要跟 AI 来竞争这个记忆体的话，出现一个大问题。AI 目前为止的话呢，彼此竞争进入了战国时代，根本不考虑成本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就是虽然说三星啊、海力士啊、跟美光啊，他们确实是这个产能已经到达最高，但是基本上是供不应求。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库克他不是不了解美国对于这个长兴存储是有制裁的啊。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
iPhone 它用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挑剔的，对，极其挑剔。那现在到了长期存储的话呢，它就已经经过了最严格的检查后，发觉长期存储的话呢，这个能力上来讲，因为大家要了解这是个趋势。那我是觉得说，三星啊、海力士啊跟那个美光的话呢，他们能够达到这个 iPhone 的要求，但是突然库克不顾一切要进口这个长期存储，所以我看到这消息就觉得说他们的质量一定比较好，一定要，否则他不愿意找这个麻烦。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所以大家不要开玩笑，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个 AI 能够不顾成本多到什么时候我们不讲，但是这个库克他们本身的 iPhone 每一次的话呢，要面对投资大众啊，你这个大家不要以为说只有1%没有达到预期啊，你这个股票上下对于他们整个公司的营运，就是有这个手机行业现在大陆已经追得很紧了，像我自己用的这台手机是欧字开头的，感觉上就不比 iPhone 差到哪里啊，那这追得非常激烈，所以说在这种激烈的市场当中的话，那这个库克当中会想尽办法来降低它的成本，增加它的效能，那这个长期存储，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不道德定论的，他会联络非常非常多的企业家，要一起反对美国的一个制裁方案，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只会制裁，从来没有建立它的供应链，这是最大的问题。对，那如果你美国自己不建设供应链的话，那库克到底要去哪里拿到这些晶片呢？这是库克眼前最头痛的事情，并且呢，我们看到现在有2个单位是完全否定库克对于买中国晶片的这个提议的。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白宫，它是完全的否定；第二个就是第一个是美国的白宫没有错，它完全的否定；第二个还包括了美国企业美光也是这么认为的。那我们来看到具体有谁反对，就是美国的部分的参议员，他们要求说，苹果接下来你无论呢产品销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使用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的晶片，理由又来了，又是国安问题。那怎么办呢？如果苹果买不到晶片，记忆体价格大涨的话，是不是最后买这些 iPhone 变得很贵？那成本这些消费的成本由谁来买单？是不是美国民众呢？现在看起来可能会这样。我们先来看到会造成的哪一些后果，包括了苹果的成本会提高，第二个供应链的风险会暴增哦。消费性电子持续面临这个晶片短缺的问题，最后就是 iPhone、Mac、iPad 所有的产品价格都是美国的人民买单，去中化真的做得到吗？厉将军怎么看？这个存储记忆体这个有多重要？我们就以这个我们一般的手机，你里面你到底储存了多少东西第一个，你每个 APP 就是一个程式嘛你看你里面你现在 APP 越写越精密，功能越来越强大。当然，它所用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多，这是第一个那你可能要用的 APP 可能更多，大家可以检视一下你的手机里面有多少个 APP， 你就知道这个它都存储在哪里，存储在存储记忆体里面。第二个，你储存了多少资料？那不管你的相片，或者甚至于你的影片，有时候会存储在手机里面，你随时要把它叫出来。但是记忆体不是只有一个仓库这种概念那么简单，你仓库这个门还要够大，对不对？譬如说我今天我要用哪一个 LINE 或者我要弄哪个影片来讲的话，那你如果那个门太小的话，我要搬好几趟才可以把这个影片整个搬出来。但是我如果门够大的话，我一次可以把影片搬出来，很快我就可以播放你的影片。所以这个记忆体好坏在这个地方，第一个你够不够大，存的东西够不够多第二个就是你好不好搬你里面所要的东西，门够不够大，是不是速度够快？所以对手机来讲的话，这种存储记忆体是非常越来越重要。以前来讲，我记得以前我们买个手机大概几 K 而已后来到几 G 现在已经到几 T 的那种存储能量。所以说存储记忆体不管是对手机来讲是尤其重要，由于是现在的人生活上面根本就脱离不了手机。试问一下，你以前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消耗品，或者是一个娱乐，或者只是一个通讯用品。现在几乎来讲，包括你上街购物啦，或者是说你的金融消费啦，或者是你的通讯联络，或甚至于你可以当笔记，甚至于当照相机，所有人都离不开。所以美国来讲，老百姓是不是也是更需要有手机？那如果你手机价位高的话，我跟你讲，通膨一定会高。那现在手机里面这个记忆体又是如此重要，那美国自己有没有？有啊，它有产美光这个中国有厂有这个我们讲的长江存储这一类的记忆体。可是现在因为 AI 在发展 ，AI 需要更多的记忆体的记忆体的晶片所以很多 AI 它发挥所有的把所有钱把所有记忆体都买去了。对，所以现在变成现在库克这边
苹果这边拿不到它就买不到这种存储记忆体，就变得很贵哦，跟美光买也很贵，因为本来美国东西就比较贵了，这个时候中国的长兴存储或者是长江存储来讲的话，它可以提供你这个物美价廉、价格又便宜的这种存储记忆体。当然，库克会脑筋动到这边，那现在美国就面临一个这两难的决定哈。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哈，其实我觉得他们讲说国安理由哈，这个都不是理由啦，它主要就是这个生意上的竞争嘛哈。第一个，如果说它这个只限制这个库克只能用美光的记忆体的晶片，那是不是这个苹果手机以后就会价格越来越高？对，因为里面一个供应链贵的话，当然你整个会高，当然就会推升美国这个民众生活的负担，因为大概美国民众生活现在都已经脱离不了手机了哈。那如果说你让库克去跟这个中国买中国的这种长兴存储的晶片来讲的话，那当然价格可以压低，可是对美光来讲，他当然不愿意啦。如果说你不跟我买，那我就没有多的收入哦，没有多的钱，我当然就没办法去扩展我的产业、我的供应链、生产链，我就没办法去扩展。所以美国现在面临两难，到底是说民众生活比较重要，要不要推升这些产品的价格，还是说是让这个苹果去跟中国买，然后价格压低？可是如果说跟这个中国买的话，当然对美光会是一种伤害，所以美光他当然不同意啊，他当然不愿意啊。那美国不愿意的这种心态，他只能借着千种理由里面唯一一个理由就是用国家安全来当做借口，来当做理由。可是我认为说是现在在商言商了哈。就苹果来讲的话，我当然价格可以压低，我可以做全球的销售。我如果价格成本太高的话，对我来讲一定是不划算的。所以我觉得库克来讲，最后应该还是会跟中国这个长兴存储来购买相关的记忆体，因为在商言商嘛，是我想办法将我供应链充分可以掌握到晶片。第二个来讲，我成本可以压低，对于这个苹果来讲是最重要一个决定。好，所以我们看到川普的政策一直各种的去中化，晶片也要去中化，产业也要去中化。那我们现在看起来，晶片是没有办法实现去中化的。刚刚将军已经讲得非常的深入了。那产业到底有没有办法去中化？他当时使用的就是这个祭出的关税战，但是关税战打到现在，大家做回顾根本就没有成功，还是无法去中化。为什么呢？我们就来举例，比如说呢，当时为了去中化，美国要求这些产业企业退出中国去东南亚国家，但是现在发现了，我就算去了东南亚国家，这成本暴增一口气比中国高出最高15%那这样子的话，到底去到东南亚国家真的有比较好吗？现在看起来是没有的。最后这些企业还是迫于现实考量留在中国大陆。那干哥怎么看？又还是没有办法去中的意思吗？好，苹果执行长库克他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供应链反正这个供应链不解决的话，苹果我们刚才看了第4季预估他已经讲了，库克讲了9%到11%，还是他的获利华尔街本来预估是12%以上，好了，差3个百分点，要怎么办？我告诉你，对于这种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来讲的话，差一点点就差很多了。库克现在很伤脑筋，怎么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他讲了一句话：100年不遇的大洪水，就是他的那个供应链 DRAM 的供应链跟不上来。他现在跟不上来怎么办？跟不上来，他说：“你知道我们苹果多赚钱吗？你看我们现在入门款的叫做 MacBook Neo 高阶版的叫做 MacBook Pro 都赚钱，这一季飙到29%的盈余很赚钱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快做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厂商根本做不出高阶的 Apple Silicon 先进制程的晶片，那怎么办呢？库克就说：这样我跟川普拜托一下是不是？苹果产品不是在美国用的，就是说它销到中国大陆新加坡对不对？台湾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用长兴存储的吧？我们也可以用长江存储的吧？然后参议院已经写信告诉他说：不行就是不行，不行你叫我去跳海吗？我现在要怎么办呢？他说：我跟你讲这个我们如果用他们比较低阶的晶片不但便宜，
而且速度又快。我跟你讲，这个都是现实问题。商人在商言商，他就是要东西赶快做出去，可以卖钱。我刚才已经讲了，不管是那个 MacBook Pro 或者是那个 Neo 都很赚钱，可是接下来就准备要干嘛？准备要掉下来了。所以他们现在就是等于是苹果必须要找一条出路。但是美光就挡在前面了。美光比那些参议员还厉害。美光说啊，以前这个记忆体晶片不好的时候，你怎么没这样讲啊？对不对？你现在就这样讲啦，对不对？什么百年不遇我告诉你，你还是不可以用，你不可以用中国大陆做的。为什么？因为直接打的就是我美光，我会被你打死啊！不可以因为你的美光还讲了一句很狠的话啊。美光说：“我告诉你，你们苹果错就错在什么？花了2000多亿去盖那个 AI 的那个资料中心。”你拿那个2000多亿去增加你的扩厂啊，然后本土投资，所谓的本土就是美国本土投资啦。你们苹果为了利益都忘了你自己的本业，所以现在你叫做活该，你知道吗？美光讲的话非常酸呢，库克是听得很气，但是库克心里很急。现在我想双重夹击之下，美光说你绝对不可以，反正参议员都已经把我们美光的想法都讲得很清楚了。你要打击我们，我就是本土最大的记忆体制造商，记忆体DRAM晶片制造商。你如果要用中国的东西的话，长兴、长江，那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我，所以我绝对不会答应。我会再发动参议员跟众议员，然后跟川普游说。我跟你讲，接下来的问题最烦恼的是谁？是川普，因为两边都是肉，他现在到底要顾谁？可是他如果又看到国安，他头就昏了，他就必须要去听美光的话。可是这样对这个对于这个苹果这个第一大厂，它有很大的产业打击，因为大家都要看财报，华尔街是手下不会留情的。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日本现在全面的武装，难道是要往军国主义方向去做发展吗？最新消息，战斧飞弹首射开路了。另外，日本还压了74兆压注在 AI 军工领域，等于是战后70年的防线松动。中日现在对抗进入到了新阶段。前阵子还是日本压制这个中国大陆压制日本的稀土，现在是不是另外一场对抗要开始了呢？那日本的前外相痛批高市早苗是让日本误入歧途，怎么回事？今天来做关心。好，日本的安全战略迎来了70年来最大的一个转变吗？我们都知道，日本过去主要是防守为主，那他们有这个政策上面的限制，所以是没有办法发展这种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武器的。但是现在政策明显的改变了，转为就是可以具备这种远程威慑反击能力的军事体系。而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的试射了美制的战斧巡弋飞弹，这代表的意思，我们先来看它这个射程可以高达1600公里，象征日本终于是由守转攻，具备了反击的能力。目前日本规划接下来会向美国购买400枚的战斧巡弋飞弹，总金额高达了10亿美元。日本也特别强调了，我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提升防卫能力。但是中国大陆已经公开的批评了，代表说他说日本取得战斧巡弋飞弹是日本转向军事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讯号吗？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干哥怎么看日本的这个动作，那中国大陆接下来会如何做反制，在军事上会不会用它的比如说东风17、鹰击2105大区等等来做对于日本的威慑？难道东亚要掀起另外一场的军备竞赛吗？干哥怎么看？你看这个时事都有关联性的，为什么？我们刚刚才在讲，我们的052D 中华神盾已经发射了鹰击20飞弹，对不对？现在马上海上自卫队就发射同级的，虽然说它们在结构上是完全不同级，但是他们在战略的意义上面属于同一级的
海自的鸟海号发射了巡弋飞弹。当然，这个在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上面发射巡弋飞弹是司空见惯，但是日本自卫队不可以。现在可以了，现在装上去了，射程超过1600公里，这是海上自卫队从来都没有的能力，大家了解吗？因为当时日本宪法就规定，你不可以拥有攻击性武器，这个射程超过1000公里以上的，这还不攻击性武器啊，对不对？所以美国跟日本自己本身都非常重视这个，为什么？因为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都会很在意这件事情。日本，你有远距离打击的能力了吗？你是不是军国主义要复辟呢？所以大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但是在高市早苗的这个新的计划里面，你就会发现这对他来讲只是小 case。我特别要介绍一下鸟海号。鸟海号是日本的神盾驱逐舰里面的第4艘啊，叫做金刚级 Kongo Class 的金刚级的第4艘啊。我说句实在话，日本有8艘神盾驱逐舰，每一艘都比美国自己本身的神盾驱逐舰还大。你知道，就是说，日本海上自卫队它有它自己的一定的传统，它的军舰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它，它自己做的比任何国家都要来得好，这是事实。因为日本的造舰能力，但是日本的军舰它不能够被允许带上了攻击性武器。那这一次它可以带上了巡弋飞弹的话，就代表以后都可以带了。8艘通通带上，你是干嘛？你要跟我中国打吗？那我会让你有机会吗？那055大区第一个就要把它干掉，对不对？不能让他有机会嘛。所以高市早苗如果你要这样子干的话，那我们就用高超音速飞弹对付你，我们就准备要对付你啊。因为如果我们发现了你高市早苗真的有这个意图，未来15年投入370兆，虽然不是都在国防，370兆日币日币不是美金了，不然那吓死人了。370兆日币要放在人工智慧跟半导体还有造船里面。那我先想一下，这些东西都是战略，对，这些东西都是战略投资，那不是死灰复燃是什么？现在我跟你讲，我们刚才讲完，未来15年要花370兆日币，大约是台币70兆啦。可是他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年国防预算多3000亿台币了，就是1万亿日币，每年多3000亿台币，明年又多3000亿台币，他们现在已经达到了 GDP 的2%了，已经达到了北约相同的标准。这对于日本宪法来讲完全不通的，已经超过你的需求了，等于你以后你的国防的规模的预算就等于达到了什么？达到跟北约国家一样，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攻击型的，你就会危害到我们周边国家的平衡了。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你想什么，我们都帮你看出来了。但是中国绝对不会答应的。好，所以代表说日本正式的由守转攻吗？那中国大陆接下来的反制，我们等一下也请厉将军来帮我们看，说是不是现在未来中日的关系也代表一定会持续的恶化？那中国的反制除了稀土战之外，还有在武器上面的升级，可能还有哪一些？等一下请厉将军带我们看。除了刚刚干哥帮我们提到的，现在日本再加钱说投资了74兆在这些 AI 跟军工相关的这些武器上面，另外就是最敏感的事情，7月31号这一天，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体系。但是大家要知道，731之所以特别敏感，他在这个时候宣布就很吊诡，因为731日本媒体在这一天特别报道了部队人体实验，还有细菌战等等的历史问题，引发中国强烈反弹。但是为什么在同一天，日本又说要成立国家情报体系呢？那再来，这些问题，中日关系会不会持续的恶化？中国如何反制？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日本很明显的不但是要恢复军国主义而且是邪恶恶毒的军国主义因为他选在今天这个7月31号成立他所谓的这种国家情报的整合单位那731不免让人家会跟731部队联想在一起。731什么部队？是细菌作战部队。当初在中国大陆，他利用这些用731部队在这边做人体的实验将人体来讲给他这个染上病毒或者是染上细菌看他身体的一个变化，是惨无人道的一支部队然后之后这些原来731这些部队日本的这些官兵后来基于良心发现，也都是这个可以说是一辈子受这个良心上的折磨
那但是日本居然选在这一天这个成立他所谓的国家情报资源中心，那不免让人家会联想到，你选在这一天成立，是不是有这个跟中国又再一次的挑衅？你中国这段时间不断的对我们实施这个为日本的中俄联合军演或者是中俄联合的战备警巡那日本是不是就跟中国讲，你不要忘了，以前我把你的老百姓当这个猪、当牛、当这个动物当白老鼠在做动物的实验，在做病毒的实验，在跟中国呛下这种话，那你想想看，你选在这一天，中国的人民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原来一个南京大屠杀，大家都已经没办法忍受了，就你今天居然挑这一天成立你这种这个国家情报的一个整合中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日子，那我想说，反而一定会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怒那为什么日本要成立这种情报这个整合中心？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原来日本他们所谓的和平宪章里面，他们没有一个统合的情报中心那大概都是这个碎片化的情报，譬如说是我们讲的像警察单位，他们公安单位，它有公安单位的治安的情报譬如外交部有外交部各国之间的外交相关的情报那军事当然是由他们的这种这个自卫省来整合军事上面的情报那科技有科技的情报，现在呢这些原来都是很碎片化，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整合，现在他将这些资讯整合在一起，当然有利于他向军国主义的发展，因为我可以包括到你每一个国家，你国外之间外交的关系是怎么样，你每个国家军事的发展怎么样，这个军事的发展跟外交的情形又是如何一个道理？我觉得他将它整合以后，有助于他更容易发展他的军国主义，所以选在这一天成立这个单位，我觉得不只是中国人要特别的小心跟谨慎，甚至于我觉得就是在挑衅你中国，就是告诉你中国，我就是邪恶的恶毒的军国主义，你能够奈我如何？好，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各种的迹象都显示，它就是要往军国主义的方向去做发展。但是现在这个时机到底适不适合呢？原因是因为现在日本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我们要来看到，包括日元波动最近贬破了160大关，日元跌至40年的新低点，而且日债现在超过 GDP 的200%，在这个时候还要大笔的钞票花在军事上，真的撑得起来吗？苑老师怎么看？这个日债呢，不是超过200而已是到达260了，260%了，就是说是它基本上就没有这个增加它的利息的可能性了那么利息的话呢，很低的话呢，因为利息低甚至是负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国际的财经界有名的叫 carry trade 了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渡边夫人就是说是大概用这个在日本的银行借钱买成美金还去，大概是5年内就可以赚到3000万美金了。如果你贷100亿日元的话呢，这个数字非常可怕。全世界的话呢，这阵的经济欣欣向荣的结果，其实都是吸日本人的血。那日本因为就没有办法，也是打肿脸要面子。那日本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他活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731的时候呢，他成立了特高科，就是这个成立所谓的这种情报单位。那日本成立情报单位，当然是收集中国的情报。那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前阵子富士电机还搞了2个工人在那个大连那边偷稀土什么的那后来没办法被抓到了，只好到海底下去挖烂泥那这种情况下，那日本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刚刚这个我们厉将军讲的话，我觉得非常认同。日本人打从心里根本就没有顾及中国人情感那4月17号的时候，有关于马关条约签了131年的时候，他就是搞了一个船叫雷的，什么经过台湾海峡就来这一套所以日本平常现在大陆做了。